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嗎？或許是人氣最低，但3台魔動王裡面這一款最有趣。本集來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 Modoroid Kiss Style 風動王黃金版。登場於作品《魔動王 Ground Zero》的機體駕駛是主角群3位光之魔動戰士之一，看起來胖胖的，但其實力氣很大，渾身肌肉。雖然設定上他才11歲啦，所以就不要再逼他了。在原作某集劇情裡摔倒一次，身體就會多10歲，然後只有他跌倒，所以就變成外觀21歲的帥氣肌肉小弟。擅長近身格鬥的武鬥派，可是他駕駛的魔動王其實攻。神顏模式，風動王剛被召喚出來的樣子，也是整個魔動王系列的特色。幾乎每台機體都會有這個模式，雖然都是剛被叫出來的時候才會長這樣，而且隨後都會變成人形來作戰。設定上相較於水之魔動王，召喚的條件比較寬鬆，只要空氣有足夠的流動，就算不是自然風，也是可以達到召喚的條件。登場的次數是3台魔童裡面次多的。對照原設定，魔改的感覺比較沒有前2台魔動王來的重，不過上面的細節與比例依然是有很大幅度的更動，尤其本系列的比例依然是以人形形態為主啦，不免在神顏形態下，外觀還是有被犧牲到啦。但原始設定的結構即使改成這樣，突兀感也不會太重。同樣因為人形的頭部比例縮小很多，因此神顏的頭冠就很不明顯啦。但因為額頭的紅寶石相當的吸睛，加上兩側的頭飾尺寸偏大，整個神顏模式也從原作的正方形變成了比較扁長方形，多少也就轉移了上方比較空的視覺感。變形人形形態，魔動王本身的變形機構相當簡單哦，当年古早玩具完成度就很高了。而本款是這個系列3台魔動王裡唯一腿部在神顏形態下有固定點的哦，讓神顏形態下2隻腳不會被移動到。整體結構上也有更加複雜的設計，組裝上的邏輯也跟另外2台不一樣。變形機構有更多的轉折與非單方向的轉動，因此玩起來的感覺也會比較新鮮哦。只是各項部位轉動要注意不要太用力，避免損毀。風動王用魔動弓將光之箭射向天空後進行召喚，掌管風與防禦的魔動王，並且可以自由的操控大氣。但使用的魔法樣式不只是刮颶風或是龍捲風哦，也會帶有雷擊還有閃電在其中，或是也可以操作光線的折射，制造出幻影分身來迷惑對手。在原作的初期，因為駕駛的魔動力尚未完全覺醒，因此比較常直接使用格鬥來作戰。3款同系列的魔動王尺寸都差不多，頭頂高同樣就是18公分。既然前面也都沒有量體重，那這一只我也就不量啦。對照原設定，原本憨憨的風動王就這樣被修改成如此帥氣的樣貌啊！同樣是縮小了頭部，讓整體的比例拉長，誇張化的肩膀裝甲也是重點哦，讓整台的機體看起來更加的壯碩。整個頭部的修整包含金色的角飾都巨大化啦，臉部則是一掃原設定較為溫和的感覺，不但變得帥氣，而且也更加兇惡。黃金版在本款當然也是將點綴的金色零件換成了金色電鍍色。不過很可惜，最明顯的頭部角飾僅有單純香檳金色的塗裝。另外，在原設定外裝甲的圓形部位幾乎都增設了旋轉風扇的外形，肩膀裝甲內側也都增加了風扇的鰭片。這些部位不但採用了黑色金屬電鍍來增加質感，也更貼近能夠操控風的原設定，非常的出色。淺色系的成型色在外觀上當然就免不了焦感啦。另外，在背後可以看到綠色零件底下也是一個很像風扇的零件。腳跟的後側也有一邊4組的小風扇外形，這2處也是比較可惜，都沒有塗裝。頸部的基座具有單方向的可動，但幅度不大，主要活動度還是依靠頭部與頸部的球形關節。雖然角飾很大，但外形並沒有太多的干涉，整體的可動範圍不錯。腰部因為變形結構的不同，因此不可分離，但也多了不自然的單方向向後傾倒哦。不過就僅能水平轉動。另外腰部的連接點就這一根啊，所以把玩的時候要特別小心。肩膀裝甲是裝在背後的，有3個方向可動，但因為跟手臂互相干涉，所以幅度都不大哦，也因此手臂轉動是嚴重被限制啦。肩膀根部具有上下還有前後的可調範圍。手臂水平抬舉受限於肩膀裝甲，但還是可以超過90度。將整個裝甲整個轉開來之後，就可以往上抬將近180度，不過沒有意義。上臂可以轉動，下臂不能轉動，但是外裝甲因為變形機構，所以可以向後轉。袖口外側有多一端單方向的可動。
前方沒有裙甲妨礙，側裙甲是變形機構，所以可以整個翻開。但因為大腿外形的影響，直接向前抬舉的幅度就不到90度啦，要往斜前方還有稍微轉動才能有卓越的抬舉幅度。水平抬舉可以到90度，大腿可以轉動，膝蓋彎曲同樣有外形的聯動，彎曲的幅度也相當大。腳踝有拉出關節，腳掌可以轉動。接地性因為小腿的造型影響，在沒有把腳踝拉開的情況下，幅度就不大啦。但拉開後幅度就會很優秀哦。前腳掌是變形機構，可以向下，但不能向上。本款沒有任何招式的特效鍵，就只有附屬主武裝暴風皇之弓。外形上最明顯的就是尺寸被放大了不少，增加了一些細節，還有刻線。兩側的翅膀也明顯的放大咯。另外，王金版在這個部分也就採用了電鍍金色。有附設了以透明零件構成的光之劍，配合變大的弓，剑也變得比較長。另外有附屬抓劍用的替換手手，但就只有右手。最後，本款有附屬魔法陣地台支架，神炎形態展示，因為結構跟前兩支不一樣，所以有多一個托架哦。人形形態要展示的話，需要自備相同的支架才能使用。雖然風動王比起水動王的人氣更是少了一點，但至少風動王的登場次數略勝一籌，而且召喚條件沒有那麼嚴苛。整體的設定感覺起來就是個輔助角色，有點可惜原作的定位還是以單一主角突出太多了啦，不然以當年的動畫集數，應該足夠可以讓3位主角都能有充分的發揮才是。雖然同系列的3款魔動王在部分零件都是3款通用，但在結構上3款都各有相當程度上的不同哦。尤其本款的變形結構更是與另外2款差異甚大，在組裝的時候的驚喜感也就勝於另外2款啦。當然，無論是哪一台啦，都因為此系列的魔改風格而變得相當帥氣。而針對機體特性新增的外形設計也是亮點之一。不過這點反而是最一開始的地動王就比較沒有這麼有特色啦。總之，3款都改得很帥，雖然神炎模式都因為外形上有被犧牲，不過整體而言還是足夠出色。只喜歡其中1款也沒有問題哦，但你為何要選擇呢？當然是3款都收啊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